大家好，欢迎回到这一次的 TensorFlow 的视频教学当中来。这一次呢，我们会继续讲到上一次我们已经编辑好的这些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的这些层的一些功能，然后接着呢，我们就要开始定义真正的它的这些层了，一个一个的加入。在定义层之前呢，我们先要处理一下我们传入的这一个 access 的信息，也就是说，所有我们图片的信息，我们要把它换成另外一种形式，叫x image 等于 tf.reshape xx 传入 xx， 然后把它的形状呢变成-1、28、1。这个的意思呢，就是说，因为它 x 的 data 呢 ，xx 的 data 呢，它包括了所有的 sample， 所有的图片的例子。那我们的-1呢，就是把所有图片的例子这一个维度呢，先不管它，之后呢，我们再加上所有的维度。然后这一个呢，28乘以28，大家可以知道784呢，它所有的像素点的就是28乘以28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一个1呢，就是它的一个 channel， 也就是说，它这个在这个例子当中呢，它的图片的颜色是黑白的，所以它的 channel 呢只有1。如果它是彩色的呢，我们的 channel 可能有3个元素的那个GRB 的元素，所以这个例子当中它的 channel 是1。如果我们在屏幕当中 print x image 的这个维度呢 shape，它输出的应该就是这样子，应该是所有的 n sample， 然后28、1这样子。所以呢，这个 reshape 的-1其实就是整个的一个 shape， 整个的一个 sample。我们先去掉，或者是 comment 掉它好了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定义我们的 convolutional one。我们定义它之前呢，首先要定义 convolution 的 weight， 它的 weight 是等于 weight variable， 然后它的一个形状55132。我们就用到了我们之前定义的 weight variable， 也就在这边传入它的形状，输出它的 variable。在哪里？在这边。那55132是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我们之前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，5和5呢，就是它的 patch 5乘以5。然后我先打完，然后再介绍哈。1呢就是in size 就输入的 size 呢是1，然后 out size 是32，什么意思呢？我给大家看这一张图，5和5呢 patch 呢，也就是这个东西 patch 这个小方块，那它的长和宽呢就是5和5个像素，然后我们的 inside 呢1和 outside 32呢，就是这个整个呢是一个，它输出的是一个单位的结果，然后它的高度呢是32，那就是一个单位和32个高度，那就是这边的55和132的这个意思。然后定义好 weight 以后呢，我们的 bias conv1 等于 bias bias 就更好定义了，因为 bias 呢它只有32个长度，那就是32，就 OK。定义好了 weight 和 bias 以后呢，我们就开始搭建我们的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的第一层，也就是 conv2d， 就是我们这边定义好的这个功能 conv2d， 传入的呢是我们的 x image。然后这边的 weight 呢，就是我们刚刚定义好的这个 w conv1， 然后加上我们的 bias， 就跟我们
以前用的这种neural network 的功能是一样的，就是 x 的输入乘以我们的 weight， 然后加上 bias， 但是这边呢换成了 convolutional 2D， 它来处理这个 weight 和像素的关系。那这个呢，我们就是它输出的这个 H conv 1 hidden layer convolutional network layer 1。然后在输出它之前呢，我们还可以再进行一个 nonlinear 的处理，也就是我们嵌套一个 nn.relu 的这个非线性的处理，让它变得非线性化。最后我们就可以再进行它的 pooling 的处理 ，pooling 1等于 max pooling 2 times 2， 然后这边传入的呢就是我的 convolutional 1。你看这边呢，我们传入的呢就是这个 x 呢就是我们上面所产生的这一串。然后再处理，再被这个activation function 激励一下以后呢，再传入到我们的 pooling 的这个作业当中。传出来的这个值呢，就是我们的整个这一层 layer 的 product， 也就是它的输出值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，每一个的一些输出的一些参数是怎么样的形式。那我们这边的 output 呢 ，output。它的 size 就是28乘以28，然后乘以32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原图像每小块以5乘以5的这种像素抽出，然后它抽出的高度呢变成了32。因为它抽出的形式呢是以 padding 等于 sum 的形式，所以它整个的图片的长和宽呢它是不变的，只有变了高度，所以我们就把图片的长和宽保持成28，但是它的高度呢变成了32，那也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这个 size 怎么变的一个关系。然后我们的 pooling 呢，它的 output 的 size 呢，它又有所变化，因为我们之前讲过，它这边的步长，我们convolutional 的步长呢，它是也横向和竖向都是1，但是在 pooling 的时候呢，它的步长变成横向和竖向都是2个 pixel 的宽度。那我们一次跨2步呢，就说明我们整个图像的长和宽被缩小了1倍，也就是除以了2。那所以它的 size 呢就变成了28除以2，和这个的28除以2就等于14乘以14乘以32。它的高度呢它是没有变化的。那我们了解了这一个输出的形状的变化呢，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了解 convolutional 的一个处理的形式。然后我们根据它同样的形式呢，定义它的 convolutional 2 layer 2。那我们这边先改一下，2，这边的 weight 呢，我们还是以5和5的 patch 的 size， 然后这边的1呢，传入的呢就变成了32，传出的呢就变成了我们假设成64，把它不断的变高是吧？变厚。你看我们之前有这张图片，我找一下哈，图片的这个高度呢只有1，因为它只有黑白这种颜色。然后呢，我们把经过第一层的 convolutional 呢，我们就把它的高度变成了32个单位。你看之前只有1个单位，它之后呢经过第一层就把它的高度变成了32，同时呢把它的长和宽呢经过 pooling 这个作业呢，把它缩小成了14乘以14的宽度长度。在经过第2层的时候呢，我把它的32的这个高度呢变成了扩展了1倍，变成了64个。然后呢，我把它的这一个这个也是64，我先改一下哈，先改一下 ，inside 是32 ，outside 是64，然后这边呢，它的是14，64，
在经过第2层的 pooling 的时候呢，我又把它缩小了一半，因为我们之前讲过了，它的 pooling 的时候是2个跨度，那就是7乘以64，它高度不变。pooling 的时候呢，所以经过第2层呢，我们就知道了，它把它的高度增长到了64，然后它的宽度和长度呢缩小到了7。经过了这一层输出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定义我们的function 的 layer， 也就是之前我们怎么定义神经网络中的 layer 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怎么在这边定义，也就是 w x function 1 weight 1 for function， 然后等于会它的形状呢，这个 function 1的这个输入的形状，输入的 shape 呢，就是我们的第2层 convolutional layer 输出的这一个size， 那也就是7乘以64，那就是它输入的一个形状。那它输出的呢就变成了1240，我们就以这个大的数字呢代替它，让它变得更宽，或者让它变得更高。然后呢，我们的 bias function 1等于bias variable 1024。对吧？没出错，1024。好，在嵌套我们的weight 和 bias 的时候呢，我们先要把我们从这边接收到的输出值呢，把它转换一下，转换成一个平的，不是一个3维的数据，是转换成一个1维的数据。那我们怎么样转换呢？也跟我们之前所说的 reshape 差不多。pulling to flat， 也就是把它变平，把 pulling to 的结果变平。tf dot reshape 重新变换它的形状，然后 h pulling to， 然后我们这边也是负1，我们先不管它的有多少个 sample， 以负1代替，然后它的第2个维度呢就是7乘以64。就是我们想把我们就是我输出一下，就是我们想把这一个形状呢，7764这个 shape 呢，变到呢7乘以7乘以64，也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想把原先的这个 pooling 以后的结果呢，第2层 pooling 以后的结果呢，它的形状由这一个变到这一个，然后再把这一个的结果呢跟我们的这个weight的矩阵相乘，那也就是 h hidden layer function layer 1等于 tf nn u， 再进行一个 nonlinear 的处理，跟上面的类似。这个呢就是 tf metric multiply h pulling to flat 和我们的这个 weight 的矩阵相乘。最后再加上 bias， 这就是我们这一层所输出的结果。最后，如果它会有 overfitting 的问题呢，我们考虑一下这个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加一个这个 drop out 的 layer，drop out 的处理 ，drop 等于 tf nn drop out。Key probability，
这也就是我们之前在这边有定义过的。drop out 了以后呢，我们再进行最后一层 layer 的处理。那跟这个应该是类似的，所以我把它 copy。那这边传入的就变成了1024，传出的呢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想判断它的01234567889哪一个数字它有10位，所以我们就是10，输出10，然后这就跟我们之前的练习是类似的了。这边就没有了，这边是2 hidden function 2，然后等于或者直接把它变成 prediction 它的预测值。这边不用 drop out 它，你也可以选 drop out， 但是我们先不用 drop out。soft max， 我们在输出层呢用 softmax 呢进行一个 classification 的处理，算它的概率。这边呢就变成了 function 1 drop， 被 drop 掉的这个第一层所最后生出来的一个值，然后这边是2，应该就 OK 了吧？那我们再回过头来总结一下，这节课我们定义了第一个 convolutional layer， 然后还有第二个 convolutional layer， 它们两个呢都是经过了一个 convolution， 然后再加上了 pooling 的作业。然后 pooling 完了以后呢，第二层 convolutional 以后，它生出来的这个结果呢，我们把它传入我们平常运用到的神经网络的系统当中。然后处理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把它的 convolutional 的这个 shape 呢，把它改变成我们一般的这种 shape。最后我们再输出到最后一层的这个一般的形式的 layer function layer， 再进行它的 prediction。那这就是我们这节课所做的一个东西。这边注意的是呢，我用的这个 optimizer 呢，我不用 gradient descent 了，因为对于这么庞大的系统呢，用这个 add-on optimizer 会比较好。然后 add-on optimizer 它用的 learning rate 呢，我就需要更小的一个 learning rate， 所以我就把它变成 0.0004， 再 minimize 它的 cross entropy。最后我应该没有什么其他的要输了哈，我们运行一下，应该不会。它报错了 ，prediction not defined。又是这边的 prediction 打错了。好，我们再运行一下。Oh my God, what's wrong? 我终于找到这个错误了，我找了好久啊。这边的是2，我忘记改过来了。这边的是呢这个h convolutional 2。我们再来运行一下。这边的也是2。这边的也是2，都忘记改过来了，所以 copy 和粘贴还是有一定的弊端。我们再来，应该千万不要报错了。Oh my God， 什么错误呀？又是 dimensional， 是哪个地方错了呢 ？TDX， fuck， 这边呢？这边也忘记改了，这边呢是我们这个 layer 1所输出的结果，那就是 h pooling 1。Yes， 对了，接着呢我们就需要一个漫长的等待，我会快进的。给大家看一下我的 CPU， 基本上是满负荷运转。哇哦，第二个步数它就跨度这么大的提升到79%了。我们接着等吧。我下去喝口水。
它已经提升到了96%点多了。那我们现在这边终止吧，我估计它也差不多就这样了。运算太久了。那我们这3篇的教程呢，就是专门去 focus 在了这个 CNN 的理解和代码阶段。那生成好了一个神经网络以后呢，那我们如何保存它呢？这就是我们下一节课的内容。谢谢大家的观看。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呢，欢迎在下面提出，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会推出更多关于 TensorFlow 的学习教程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